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 Toledo 教会聚会后的分享与见证。今天要和您分享的题目叫无人之境。2014年的夏天，伊利湖西部爆发了大规模的有毒绿藻的天然灾害，让我们所在的城市连续几天没有可以饮用的水。这不仅引起了地方政府乃至全国的广泛关注，也让生活在当地的我们对我们所处的世代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有一种觉醒。我们不再能置身现实和公共事务之外，而满足于固步自封的宗教生活。于是我们开始研究这个地区的环境和历史，想要找出灾害发生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案。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地区曾经是冰川移动留下的一片巨大沼泽，既不适合耕种，更不适合居住。然而，却有那么一群人从美国东岸迁徙而来，并选择留在这里来开拓这片无人之境。这些历史的画面在我们里面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不正是教会的历史吗？教会不正是那个无人之境上的拓荒者吗？神在这无人之境上，从一本造出万族，预先定准他们的时期和疆界，叫人寻求神，叫人认识其实神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行动、存留都在于他。地上的生活在人看来是一片未知的沼泽，没有前景和未来。然而这些重重困境却让人认识，只有从神那里才能得着在一切不确定中的信心和满足，活在主定准的时期和疆界里。教会从被建立的那天起，也同样在这样一个完全未知的境地。没有人知道教会应该如何发展，如何生存。它从来就不是在可预测和逻辑的环境下产生的，而是在所有属人的控制和手段都失效之后，那个非人手所造的不可思议的团体。就像蒙召时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就遵命出去的亚伯拉罕，他因着信在应许之地做客，一生住在帐篷里，却笃定地寻找一个更美的属天的家乡，一座有根基的城。就像被神大能的手带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在无人之境大而可畏的旷野，被云柱和火柱所引导，被磐石中流出的活水所滋润，被从天而降的玛拿所喂养，被神所启示的建造他居所的意象所吸引和供应。教会的确是那个在无人之境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开疆拓土的先驱。一切都是神子民在旷野中的仰望和呼求，一切都在于主亲自的供应和带领。没有墨守成规的资格，安于现状的机会和消极被动的可能。10年前的那场自然灾害，让我们重新审视教会在地上存在的意义和使命。10年间，我们在经历中更清晰地看见教会从没有停下在地上的开拓和行走。其实主已经在这无人之境上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一寸土，等着我们去发现、去占据、去开拓和经营。这一寸土就是我们所在的城市，我们所处的社会，我们所生活的世代，和主放在我们身边许多的人。
在这里，我们回应他在这个时代的呼召，为他攻城略地，向着一个个的无人之境，做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做立在山上的城和灯台上点亮的灯，照亮所有已经回到神的家中和仍然失落在这个世代的人。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你的点赞、留言、分享、转发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我们的网址是 thechurchintoledo.org。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